原平开到新州还挺快的，酒店还没有办法 check in。我们先去博物馆啊或者什么的逛一逛。博物馆就在远呢，博物馆到北边去了。这你要是早晚你就是啊，就是临时停那是停早晚1-2个小时吧。哦，你停在外边，给说停在外，停在外路边墙外边近的，你这都是可以停，你是走路远的。新州市博物馆硬件比较好，反正现有的3层我觉得利用的都挺好的，介绍比较详实。又来到对面这个新州的图书馆看看。那它坏了啊？是不是要湿的笔才行啊？是不是这？哦，它有反应，哦，它有反应，蘸墨的反应是有的。想想，好，你蘸一下你写，你试试。那也不行，还是不行。这一台我估计得个几万，这一根笔采购我估计得个398。怎么办？啊？这个其实你弄个 Apple Pencil， 这不效果更好吗？主要是个意境是吧？主要是 Apple Pencil 你这个价格太透明了。对 ，Apple Pencil 怎么哪有这个意境啊？我们得要蘸墨，对吧？我用小一点的笔触写一个。哎，其实很好写，不用很使劲。哦，是吗？哎，我就只是单纯的擦上去而已，非常好写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甚至觉得比 Apple Pencil 还灵敏，你试试。这个原平 Masis， 这就见功底了。这个太高级了。我想我那 logo 怎么画来着？欢迎订阅关注啊！图形匕现，你不是想找县志吗？特藏文献阅览室。这种我觉得得预约特藏馆吧。说不定他得是有什么证。对呀，你这小游客，人怎么能把那个珍贵的古籍给你看呢？你想看哪本书？让你说你都说不出来名儿。我这环境太好了，适合考研，座位充足，非常适合考研。哦，哇，这儿有舞台原平清官神池带线呢，有带线吗？宣传一波带线了，带线不错，先看看带线制。哇，启功写的。哇，这字体都是手绘的，上年头了，88年写的。我再找一下那个原平，确认一下我的那个郭县的推导。此前刚到原平市的时候，发现它古称郭县。郭是很小众的一个地理名词，它是一座山的名字。但是比较蹊跷的是，远在300里之外的大同市的浑源县，它古称也是郭县。了解了一下，发现历史上有一次雁门关外的一些县内迁到雁门关内，所以也把一些古老的地名带了过来。那这个郭县也是其中之一，但具体的时点，网上有说是西晋，有说是北魏，有说是隋朝，所以看完也是很费解，一直心中有一个疑惑。先看一看啊。你看，正是这个，建县2000年来首尾叫原平，首呢就是从汉代开始到北魏叫原平，尾呢就是58年改名到现在这个原平，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全叫郭县。对，关于郭县这块他还提及了，实际上郭县和原平县以前是并列的，那时候郭县在雁门关外，也就是现在的浑源，也是西晋。郭县和其他4县内迁这块写的比较清楚。这最开始就是西晋，然后给拓跋猗罗，然后这5个县名字也都写出来。像马邑应该是朔州那边，英德我知道，楼烦、郭县、樊氏，现在这3个县都有了，而且都是南前列县的。也提到了原来的郭县到现在的这个郭阳镇，也就是原平市中心这块儿，但是没有置县。隋朝的大业2年6年6年，这就是郭县名字的开始。所以郭阳镇变成郭县之后呢，它后面是经过一系列的发展，就
就能看见有很多线，比如说废唐人线、入郭线。那到民国的时候，你看很多周边的线全是划给了郭线，郭线的这个面积管理规模逐渐壮大，所以到了58年以后，这个郭线就是改名叫原平线了。后来再到93年，然后就是车线设市，这个叫原平市这么一个过程。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挺好玩的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城市的图书馆里去看县志，并且呢是把我前2天经过的一个区域的这个历史沿革，从官方的角度进行了确认。我觉得有这么一个经历的主要原因呢是，我觉得新州的图书馆它是把它旗下很多县的县志、本地辖区历史相关的一些书籍放在这一块，能供大家去阅读。然后这样的话能让大家对这个区域有更多的了解吧。这是一个城市的市志啊，包括一个地区的县志。这个东西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是很难触达的，但确实和每个在这个区域里面生活的人都非常相关。有这么一个触达的过程，我觉得还好。而且人不多，很适合阅读。之前呢，去一个陌生的城市，经常会去博物馆。今天来这个图书馆，感觉也还不错，因为确实很多东西呢，你靠网上的残缺的资料拼凑到一块儿。就比如说像我之前那个郭阳站还有郭县，我一直是对不上，因为它的那个签呢是西晋时候签的，但是它改名到郭县是隋朝时候改的名。这块我就一直比较费解，也是刚才看县志的时候能确认，确实可能只有本地的这种书籍会有详细的记录，网上的很多信息即使你看到了也很难去相信吧，还是挺意外的一个发现的，还得亏是你想对吧，感兴趣想过来看一看，还有这个经历。现在下午我们新州这边订了一个温泉的酒店，说山西这边地热，资源也比较好，新州这边，然后去感受一下。